中美天津会谈周一举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同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进行会谈。谢锋在会谈中重点论述，中美关系目前陷入僵局，面临严重困难，根本原因就是美国一些人把中国当作假想敌。会谈中，中方还向美方提出2份清单，一份是要求美方纠正其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一份是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而美方就气候变化、伊朗和朝核等问题寻求中方的合作与支持。外交部表示，这次会谈深入坦率，增进了对彼此立场的了解，对争取下一阶段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是有益的。根据外交部发布的消息，谢锋在与舍曼会谈时表示，中美关系目前陷入僵局，面临严重困难，根本原因就是美国一些人把中国当作假想敌，美全政府全社会动员，全方位遏制中国，似乎只要遏制住中国的发展，美内外难题就能迎刃而解，美国将重新变得伟大，美国治下的霸权就可以延续。美方动辄拿中方说事，好像不扯上中国都不会说话做事了。我们敦促美方改变当前这种极其错误的思维和极其危险的对华政策。而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谢锋再次表示，围堵打压、极限施压搞不垮中国，也救不了美国。谢锋表示，中国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美方的竞争、合作、对抗3分法就是遏制打压中国的障眼法。对抗遏制是本质，合作是权宜之计，竞争是话语陷阱。有求于中方时就要求合作，在有优势的领域就脱钩断供、封锁制裁。为了遏制中国，不惜冲突对抗，只想解决美方关切的问题，只想得到美方想要的结果，单方面受益，既要坏事做绝，还想好处占尽，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谢锋表示，美方所谓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就是想把自己和少数西方国家的家法帮规包装成国际规则，用来龟缩打压别国。美方抛弃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破坏自己曾经参与构建的国际体系，另起炉灶，抛出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无非是想耍赖，想篡改规则，限制别人，谋利自己，是想施行弱肉强食、以大欺小的丛林法则。当世界的2大经济强国不能合作，而是对抗的话，那这个显然是全世界的一个损失啊，也是未来的一个灾难。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明确的直截了当的提出这个话题，就显然是给这个美国人敲响警钟啊，也是良药苦口吧也是去劝诫他去警告他去引导他走向正确的道路采取正确的对华的这个方式方法。谢锋透露，会谈中，中方还向美方提出2份清单，一份是要求美方纠正其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一份是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在纠错清单里，中方敦促美方无条件撤销对中共党员及家属的签证限制，撤销对中方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停止打压中国企业，停止滋扰中国留学生，停止打压孔子学院，撤销将中国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或外国使团，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等等。在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里，中方主要就中国部分留学生赴美签证遭拒，中国公民在美遭受不公正待遇，美不法分子滋扰冲撞我驻美使领馆，求美方尽快解决，切实尊重保护中国公民和机构在美的合法权益。这2份清单让人耳目一新这个说明了中国的外交思路在发生变化中国的对美战略在发生变化。这些东西呢，我们不求美国一下子都能实现但是呢，我们首先要提出这些东西来。换句话说，如果你什么都不提出来，对方也不知道你在要什么，或者说人家就是故作不知，那么就是这个显然是非常被动的。我们就是要提出我们的关切，提出我们的要求，然后你能做到几条，你先做几条做不到的接下来再做一点点的把中美关系拉向好的方面。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表示，在中美双方的会谈中，中方直面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开诚布公地阐明了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态度和立场，明确反对美方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明确要求美方改弦易辙，纠正错误。同时，双方也就各自共同关心的广泛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外交部表示，美方就气候变化、伊朗和朝核等问题寻求中方的合作与支持。事实上，中方在这些问题上一直负责任地发挥着建设性作用。需要强调的是，合作
需要以互信为基础，以互利为前提，以良好的双边关系氛围为必要条件。美方应当树立正确的合作观，不能一边寻求合作，一边损害中国利益，这是行不通的。会谈中，中方除了阐述对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敦促美方改变极其错误的对华认知和极其危险的对华政策，还重点就美方在新冠病毒溯源、台湾、涉疆、涉港、南海等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向美方再次表达强烈不满，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损害中国利益，停止踩红线和玩火挑衅，停止打着价值观幌子搞集团对抗。外交部表示，我们敦促美方千万不要低估14亿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总体看，这次会谈深入坦率，增进了对彼此立场的了解，对争取下一阶段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是有益的。今天的记者会上，中美关系毫无例外地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中外记者也提了多个关于此次中美天津会谈以及病毒溯源的问题。其实这也分别体现了中美双方在场内以及场外的交锋。其实，在上周三夜间，外交部证实舍曼访华的消息的时候呢，发言人就已经表示，中方会向美方表明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以及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定态度。那无论是王毅前2天在成都的回应，还是谢峰今天在会谈上面的表态，其实也都非常符合这样子的总体基调。舍曼来华前，美方官员再度扬言要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对此，谢峰在会谈中针锋相对表示，胁迫外交的发明权、专利权、知识产权都非美国人莫属，是美国大搞单边制裁、长臂管辖、干涉内政。美方所谓从实力地位出发与别国打交道，本质就是仗势欺人、恃强凌弱、强权即公理，是彻头彻尾的胁迫外交。人民日报25号的文章称，当前美方应当彻底放弃把台湾、香港当作棋子的欲念，彻底放弃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无谓地进行踩踏红线的试探。为解决双边关系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敞开大门深入谈，但若有人选择进犯，我们定将坚决反制，奉陪到底。在会谈后的吹风会上，谢峰表示已向美方提出2份清单。您是如何来解读这2份清单的？此次中美天津会晤是否传递了新的信号？昨天我就谈及中美关系的负面清单有点长。今天谢峰副部长明确向美方提出了2份清单，一份是美方纠错清单，一份是中方关切清单。在纠错清单里，既有特朗普执政时期留下的制裁遗毒，也有拜登上台后这个萧规曹随埋下的种子。在我看来中方提交的这份清单传递的信号很明确，那就是无论你美国政府如何走马灯似的改换门庭，我们都会一一记下你们犯下的错误，并且敦促你们纠正。在关切清单里，中方列出了我们的高度关注、有待美方予以解决的诸多问题，事关中国公民与机构的在美合法权益，事关两国人民的正常交往与情绪纠偏。在我看来，中方提出的这2份清单，实际上就是中方为负责任地管理中美双边关系而对美方开出的整改通知书。大国关系的维持不存在单方面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只能是基于尊重彼此的互相管理。中国外交官给美国同行上了一堂平视外交课。另一个细节值得关注，那就是中方明确对拜登政府所谓的竞争、合作、对抗中国政策表示不满。在该竞争的地方竞争，在该合作的地方合作，在该对抗的地方对抗，这原本就充满了矛盾与悖论嘛。最关键的地方就在于谁来界定什么领域该竞争，什么领域该合作，什么领域该对抗呢？中方毫不客气地点破了美方的伪善，那就是对抗遏制是本质，合作是权宜之计，竞争是话语陷阱。只想解决美方关切的问题，只想得到美方想要的结果，单方面受益，既要坏事做绝，还想要好处占尽，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我个人认为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常态。在这段关系里，中国不再一味地追求所谓的温良恭俭让，
而是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时候据理力争。而在国际舞台的交往中，更加讲究策略与时效，手段硬的更硬，身段软的更软。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